你听说了吗？2026年，一个足以影响100万人的爆炸性新规即将生效。没错，就是新加坡人赖以生存的 CPF 中央公积金。它不仅要彻底改写你的退休规划，更在暗暗重塑房产市场的游戏规则。是退休生活变艰难，还是房产投资者的黄金机会？2026年后的房市会不会像过山车一样捉摸不透？这5分钟，我们扒光新规背后的真相，从政策拆解到买房策略，再到避坑指南。错过可能让你直接少赚几十万，甚至购房计划彻底泡汤。准备好干货，开始，别被复杂政策绕晕。这次 CPF 新规就3个核心，直接决定你的钱袋子。第一，退休存款最低额度大幅上调至19.2万新元，这意味着你想动用 CPF 还房贷前，得先确保 IRA 账户存够这笔钱，否则不能随便动。第二 ，CPFOA 账户、普通户口房贷使用比例被砍，以前买80万新币的5房式转售组屋能拿 70%，OA 存款付首付新规后直接砍到 50% 以内，多出来的16万缺口必须用现金补足。对刚需族来说，压力直接翻倍。第三，55岁以上购房者被限流。新规要求动用 CPF 时，必须优先保障基本退休存款，不能因为买房掏空养老钱。像54岁的李先生，原本计划用 CPF 付 30% 首付买西部私宅，养老新规后得先补足 IRA 缺口购房，资金直接不够，计划彻底泡汤。这3大变化不是小修小补，直接让过去的 CPF 使用逻辑全部失效。政策移动，市场必变。结合最新房价数据，我们预判3个最关键的市场变化，直接影响你的买房决策。第一，首次购房者资金链紧张，租金需求会暴涨， CPF 用不了太多现金，压力大，很多人会推迟买房，先租房。未来2到3年，租房价格大概率持续走高，租客要提前做好准备。第二，中老年换房族被迫刹车。那些计划用 CPF 买自住房的55加人群会因为资金限制放弃购房，市场上的改善型需求会减少。第三，市场双极化明显， HDB 转售市场的小3房、小4房会更抢手，价格更稳，而高端私宅因为 CPF 支持减弱，加上现金门槛高，可能迎来降温。别觉得新加坡房价永远涨，2026年就是关键拐点。比如去年但宾尼4房转售价68万新币，新规后需求向3房转移，3房价格可能上涨，4房中位价反而可能下滑，踩错节奏就亏大了。危机里藏机会，新规下这3个策略让你少走弯路。刚需族优先冲 HDB 转售市场的3房、小4房，这类房源 CPF 使用压力小，价值稳，而且尽量在2024到2025年完成交易，赶在新规落地前用现有 CPF 政策，能省一大笔现金。换房族，尤其是55加，卖房前1个月一定要查 RA 账户缺口，提前用现金自愿补缴，避免卖屋退款被大量抵扣，换房资金直接翻倍。另外可以申请临近住房补贴，减轻现金压力。投资者别盲目抢核心区私宅，重点布局高租金区域的刚需型房源，比如 OCR 区域的小面积私宅，现金流更稳定。高收入人群可以用 SA 账户的高息资金做长期储备，偶尔账户专款专用，买房不耽误养老。最后提醒2个致命误区，很多人已经踩坑了。第一，别坐等房市冷却。过去5次政策调整，新加坡房价都没大跌，背后有人口增长和经济支撑。你越等租金和购房成本越高，刚需族越等越被动。第二，别恐慌，抛售房产政策只是调整，不是崩盘。盲目抛售只会错过长期增值机会，最后发现市场只是小幅波动，得不偿失。总结一下，2026年 CPF 新规不是终点，是重新布局的机会。新加坡房市的核心逻辑没变，人口增长，经济强劲，政府调控稳定，房子依然值得买。现在立刻做3件事：一，查 CPF 官网，算清自己的 RA 缺口和 OA 存缴变化；2，刚需族赶在2025年前锁定房源，
换房租提前补缴 2A。 3. 转发给正在规划买房的家人朋友，避免踩坑。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情况是28岁刚需买房，56岁想换房，还是房产投资者。我会1对1回复你的专属策略，点赞收藏关注我，下期带你揭秘新加坡高租金区域的隐藏彩蛋，咱们下期见。